都江堰欢迎您，世界遗产，哈哈哈！大家好，我现在到了美丽的都江堰啦，今天去这里玩一下。看，远处呢是高山，这边是草坪，近处呢还有鲜花。哇，这个城市很美呢。那个山头上还有一个塔呢，看看对面也是一大片的草坪。这边就是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那个景区了，门票80块钱啊。明天我再进去，今天时间有点晚了。今天呢，我先到这个旁边，这里有个古城，灌县古城里面转一转啊。通过这个南桥，这个南桥就横跨在岷江之上。都江堰这个水利工程啊，主要就是把岷江的水引入成都平原了。这里就是这个游客广场，好热闹呀！我觉得这个桥修的真是太壮观了，哇！从侧面看一下，下面呢就是被引进来的岷江水，真的是这个水流量非常的大。4个桥墩子，每个桥墩子上面有一个龙头。对面就是古城，古城就处在这个大山的山脚下，这里的环境确实很好，空气也清新。这个水被引进来以后啊，大家看这里有个示意图，看这个就是岷江，从这里开了个口，把水啊引进来，然后通过这个桥了以后啊，又分成4条小河，这4条河呢，全部都流经成都，其中中间这2个呀，它俩又相会了，在相会的这个地方叫合江门，这里是成都最繁华的地方啊。离合江门这里不远就是九眼桥，成都那个酒吧 KTV 一条街，最繁华热闹的地方。这2条河相会了以后啊，就叫做锦江，然后再往南流。因为有这个都江堰的水利工程啊，才有了成都天府之国的美称啊。成都能这么繁华呢，全都依赖于这个水利工程啊，一点都不夸张这种说法。这个桥上好热闹呀！这里有一句话嘛，叫做“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明天去都江堰，后天我去青城山。桥跟前有卖一些小吃的，这是什么呀？炸的土豆饼吧？哇，这个桥上面才凉快呢，这个凉风嗖嗖的。这个桥好漂亮啊！这的桥两边啊，坐的好多人在这里乘凉呢。这里河边风比较大，特别凉快。这个廊桥呀也特别美呀，大家看它这个雕梁画栋啊，这个柱子，还有这个廊顶，很漂亮。看一下这个桥下面的岷江，哇，看看这个水啊，流得好急呢。这个河道非常宽，有20米左右吧。这个岷江的水，也比较清吧，这是上游，从前面那个大山里冲出来，到这个地方啊，有2公里多这个距离。这边呢，可以吃饭喝茶，看那边那个江边全都是茶馆和饭馆。一会儿我要不要在那儿吃个饭吧？今天来的有点晚了，那灯都亮开了。对的，明天我进去，这个都江堰游玩，在这儿已经能看到了，那个地方就是宝瓶口，就是那个李冰父子啊，开凿了这个都江堰。本来这里是一座山的，这个水过不来，他们当时呀就把这座山凿开一个口子，叫宝瓶口，所以这个水呀就流过来了。这个桥上面的风好大呀，特别的凉快。好，去古城逛一下。这条是步行街，青石板路。灌县古城啊，有小成都的称号呢。哇，看这个两边的道路啊，都被这个树挡住了，非常的遮阳。在这下面走一走，太舒服了。这里有川西第1门户的美称啊，也不知道这里的特产是什么呢？豆花饭，还有这个凉粉之类的冰粉。这里有一个牛肉饼店，这个味道好香啊！吃个牛肉饼。
现捞的，刚捞好。买了一个牛肉饼吃，再来个灌馅老豆花吧，尝一下，应该是豆腐脑啊。点了一条鱼啊，现杀的，看捞的去杀了。我是看图片点菜啊，那里我看见那个清蒸冷水鱼，挺好看的，88一份。豆花上来了，蘸上这个酱吃啊，这个就是豆腐吧？这个是豆瓣酱是不是啊？挺好吃。哇，好烫啊！这是热的啊。鱼也好了。哎，对了，老板，我刚才忘了问了，这是什么鱼呀？三江鱼。是江鱼吗？对，三江鱼的。岷江。三江。三江是什么江啊？吃鱼，我一个人吃一条啊。我喜欢吃鱼，还有那个鸡肉啊。哇，现杀的鱼好嫩啊！我喜欢吃鱼，但是不喜欢吃鱼皮，把鱼皮都拿掉啊，很挑食的。然后来点米饭吧。我这里还买了牛肉饼呢，都吃不完呢，太多了。味道还不错啊，鱼是88，豆花10块，米饭2块，正好100块钱啊，完美。吃完饭了，吃饱喝足了，在这个桥上走一走，吹一吹江风。今天失误了，应该在这江边吃饭呢啊，这江边的环境更好。好的，就拍到这里吧，明天去都江堰景区啊。现在天马上就黑了，还没有地方住呢，有没有人收留我呀？好，拜拜。清清的河水流啊，白云依远走，晴朗的天空照大地，我看太阳升起。富饶的土地啊，花香飘万里，微风吹动着大地，烦恼已过去。我爱你，我爱你。深深地爱着你呀，美丽的土地，一代一代的人们生活在这里。大家好，我现在到了四川都江堰啦，今天要去这个著名的水利工程转一下，门票80块钱，已经买好了，进去看一看。进来了，都江堰呢，它是世界遗产啊，而且它是5A 级景区。这个景区修得好漂亮啊！最中间是一条通道，两边绿树成荫，环境非常好。这里有2个著名景区啊，一个是都江堰，另一个就是青城山。青城山改天去啊。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是这个城市的名片。而且这个地方呢，还有卧龙、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哇，小小的一个地方啊，有这么多著名的景点。这里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示意图，我先对着这个地图啊，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水利工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看这边呢是岷江，这边呢是成都平原。在2000多年前呀，成都平原是非常干旱缺水的，但是这个岷江水呢又白白的流走了。当时的人们呢就在想，
可不可以从这里引一条河过来，灌溉成都平原？这样又能解决我这边干旱问题，还能解决岷江水患的问题，一举两得。所以他们就修了这个水利工程。想看懂这个水利工程，我们需要看这3个点，一个是宝瓶口，一个飞沙堰和一个鱼嘴。宝瓶口呢是这个水利工程的第一步。宝瓶口的位置以前是一座山，挡住这个水了，流不过去，所以他们在山这里开了一个口子，就可以把水引到成都平原去了。然后呢，他们又在岷江的江中心修建了鱼嘴。鱼嘴的作用主要就是把岷江一分为2，分为外江和内江。外江呢就自然河道流到下游了，内江的水呢被引到宝瓶口这里。但是呢，有时候这个水还是多，它就通过飞沙堰把多余的水又排走了，也可以把泥沙从这里都排走。最后剩余的水呢，通过宝瓶口被引到成都平原。这就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简单的这个原理啊。说起来很简单，其实挺复杂的。现在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然后这个水利工程呢是2300年前修建的，比秦始皇的历史还要早呢。现在到了第一个景点了，叫宝瓶口。岷江的水呀，通过宝瓶口就流到成都平原去了。下面就是岷江水，哇，可以看到水流非常的湍急啊，水流也很大。这个口子呀，完全是人工凿出来的，在2000多年前啊，靠原始的力量把它凿出来，凿了8年时间呢。对面这个叫玉垒山，以前这个山就是挡在这里的，导致岷江水流不过来，所以他们就人工开凿了这个口子，把岷江的水通过这里引到成都平原去了。这个水一直流往下，又分出4个分支来，灌溉了成都平原这些良田啊。从这里看得清楚了，这边是飞沙堰，这个是内江，水流从这里过来呀，经过这个宝瓶口流到下面去了。对面的玉垒山上还有一个塔呢，一会儿到那个塔上玩一下。现在通过这个桥去飞沙堰，看这个下面呢，河道都是干的，因为现在是枯水期。现在我到了飞沙堰这边了，从这里回看一下宝瓶口，从这里看得清楚，宝瓶口就处于玉垒山的这个山脚下。然后这边呢叫做离堆，这个小山头呢全都是开凿玉垒山掉下来的石块在这儿堆成的，这也是一个人工的小山啊。宝瓶口就处于它俩之间。宝瓶口这个开口的大小啊，决定了每年流入成都平原的这个水量大小，它相当于是一个水龙头的那个口。然后这个离堆这里呢，大家看也有很多水流过来，它起到一个减缓水流速度的这么个作用啊。然后离堆这里就是我刚才通过的那个河道，现在干涸了。这边的地势呢稍微高一点，它是什么作用呢？就是丰水期的时候，就不需要流太多的水去成都平原，就需要从这里排掉那些多余的水，水就会漫过这边的大堤流到外面去啊。但是枯水期的时候，就需要这些水都流到成都平原去，所以他们这个水就漫不过这个大堤。哇，设计的非常巧妙啊！这相当于是一个自动控制水量的这么一个装置啊。但这里呢，其实它是一个2次泄洪的这么个水道。它第一次泄洪呢在前面呢，前面这里才是飞沙堰啊，带大家看一下。然后这个地方还可以花钱拍照啊，10块钱一个人。这个位置比较好，可以拍到那个宝瓶口啊这个位置。然后这里就是飞沙堰的这个肩部了，从这里看到这边才是飞沙堰啊。大部分的水从那里这内江流过来，就从这里流走了。这里是第一个排洪的通道，刚才那里是2次排洪的通道啊。看，从这里看宝瓶口非常的直观明显。我现在就走到飞沙堰那里去看啊，这里是一座桥，后头这个才是飞沙堰呢。它现在相当于是一个拦水的大坝。到跟前看一看啊，这个坝呢不能修得太高，不然的话这个丰水期这些水就排不掉了。
你看这个坝的高度，它也不能修得太低，不然的话，枯水期这个水就全流走了，这个成都平原的灌溉的水就少了。所以这个坝又不能高又不能低。现在可能是修了这个现代化的这个拦水大坝了。现在这个坝上面是有一个闸门的，用机械控制的。现在是打开闸门让水排走了，只开了这一个闸门。你看这些闸门都没有开。如果是丰水期的话，就要把闸门都打开，让这些水都流走。从飞沙堰到鱼嘴的路上可以坐这个电瓶车，但是我不建议坐，只有1公里的距离，这么好的环境走过去也可以啊，顺便可以看看景，看远处那个大山，哇，这里真是非常的清脆啊，环境很好。现在我到了鱼嘴了，到跟前看一下，往前2公里的地方就是岷江冲出大山的那个出山口啊。鱼嘴就位于这个岷江的江中央的位置，这里是扁平的这个缓坡，它这个作用啊，主要就是要把岷江水一分为2，这边呢是外江，自然河道就流到下游去了，然后这边呢就是内江，流到宝瓶口，然后流到成都平原去灌溉去了，就是把水一分为2这个作用。但是这个鱼嘴呢，它的作用又显然不是那么简单，它还有2个功能，一个叫46分水，一个叫28排沙。这是啥意思啊？46分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水量啊，就是内江的水量要多少，外江的水量要多少，要精确的控制。那么它是怎么样精确的控制这2个河道的水量的呢？这个非常的神奇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计算机控制呀，也没有什么高科技啊，也没有什么放水大坝之类的，就靠这个鱼嘴和2边的河道。简单的解释一下吧，就是外侧的河道呢，它更宽，但是它这个深度不深；里面的河道呢，它很窄，但是深度非常深。雨季丰水期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水面涨高了，所以这个河道的宽度决定了哪边的水流得多，所以60%的水就从外道流走了。那么旱季的时候呢，就主要是看哪边的河道深，这边的河道更深，所以它自然的就能分走60%的水啊，这就是神奇的46分水。再说一下什么是28排沙，就是这个岷江里面它有非常多的泥沙我们希望这个泥沙大部分呢通过外江排走，不要通过内江流到成都平原去啊。怎么实现呢？它利用了这个河流弯道的一个物理效应。就是这个河流在拐弯的时候啊，这个表层水呢是走这个外面，深层水呢含泥沙的这一部分是走这个河道的里面，深层水呢就带走80%的泥沙了。大家看，这是一个天然的一个弯道，所以流到内江的这个泥沙只有20%，这就是神奇的28排沙，全部通过这个鱼嘴啊，还有这个天然的地理形势，还有2边的河道来实现的，没有什么高科技的这些装备呀、设备呀，全是自然实现的啊。古人的智慧不得不佩服呢。这个就是外江的河道，现在也在这河道上修了一个拦水坝。好，现在呢，我可以通过那边有一个桥，走到对面的山上，那山上还有好几个庙呢，去看一下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啊，大家看，我们现在在江中间的这个鱼嘴，这个可是人工填出来的啊，它就在岷江的正中央，用人工把这个填起来的这个地方。具体2000多年前他们是怎么填的呢？就用的是这个东西，看，他们用竹子包上石头，然后再用这个木头啊捆起来，把石头塞进去，然后这样一起扔到江中央去，然后填土，形成了这个鱼嘴，完全是人工打造的啊，真是太厉害了，人定胜天呐。好，现在我通过这里有个桥，走到对面的山上看一看啊，那里还有好几个景点呢。这个吊桥布置的不错呢，挺喜庆。哇，现在走到岷江的这个上面来了，
虽然说在鱼嘴那里啊做到28分沙了，但是这里面的这个泥沙呢，积累的时间长了还是挺多的。所以在每年的枯水期，就是冬天的时候啊，会组织人来挖这个泥沙。具体要挖多深呢？然后在那个2000多年前李冰开凿的时候就立下标准了，他在这个河里面啊埋了一只石马，就是镇水神兽，就是每年要挖到那个神兽的时候，说明就挖到位置了。哎呀，真是太聪明了！现在这里面已经没有石兽了，没有那些石马了，现在换成了铁棍了。每年的挖到铁棍的时候，就说明挖到位了。现在去这个山上的二王庙看一下，二王指的是那个二郎神，他辅佐李冰，修建了这个都江堰啊，所以在这里给他建了个庙。这里面也供奉的李冰父子呢，里面供奉的就是二郎神啊，门口还有他的哮天犬。在二郎神殿的后面，这里是个副殿，这里面是供奉的李冰夫妇啊，李冰父子修建的这个都江堰嘛。这个墙上写着深桃滩第一座堰，这是治水的6字真言啊。深桃滩就是刚才我说的，每年要挖那个泥沙。第一座堰就是说的那个飞沙堰啊，就是泄洪和排沙的作用。然后这边呢还有2个汾镇抽心，还有玉湾截角。这个意思就是那个河流拐弯的时候，要把里面这个角给它截掉，不然那个泥沙会沉积在那个弯道拐弯处啊。汾镇抽心就是这个河流流得很直的时候，要把河流最中间那个给它疏通了，不然它也会堵。继续往上走，玉垒关啊，这个山虽然不高，爬的还挺累的。登到这山顶啊，可以从高处俯瞰都江堰这水利工程。哇，这个视野真好呢，一览无余啊。那个地方就是鱼嘴，这是内江，那个是外江，46分水啊，28分沙。远处就是大山，这个岷江就从这大山里冲出来。哇，可以看到远处的山里面好像是阴天呐。然后大家往那边看，那个山尖尖上有一个塔，那里就是青城山了。明天我去那个青城山啊。现在继续往山顶爬，这还不是山顶呢。大家好，我现在到青城山了，今天要去爬这个山。但是为什么我到了这个高铁站了？因为现在开车过来呀，它导航全给导航到这个地方了，把车停在这里的停车场，然后从这里啊换那个观光车，坐车进去。火车站旁边就是青城山的停车场，火车停在那里了，10块钱啊。这边就是乘坐观光车的地方啊。这个车票单程是20，往返是35。从这里坐观光车，这个单程4公里呢，还是坐车吧。不得不说一下，现在景区的套路就是把大门建在离景区很远的地方，让你买这个观光车的票，坐车进去。如果你选择不坐车的话，走路进去单程4公里，来回就是8公里了。你怎么选？下了观光车了，西蜀第一山青城山，青城山下白树针啊。到青城山大门口了，哇，青城派呀，那边是卖票的地方啊，票价80块钱，我已经买好了。然后我刚才跟他要一个就是旅游小册子嘛，关于这个景点的，居然收费5块钱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旅游小册子也收费的，太影响心情了。那我不买了，我就直接进去玩吧。检票进来了，哇，一进来呢，这里面山高林密啊，树木很茂盛，环境很不错。青城天下幽，青城山是以幽静著称的，5A级景区，世界遗产，而且它也是道教名山啊。道路两旁呀，全都是100年老树，哇，又高又直呢。
而且这个路上都比较湿滑，因为在山上啊，这个湿度比较大。这里面空气也很好的，可以大口的呼吸。这里有一个显示屏，看这里负氧离子3600多，湿度71%，今天温度21度啊，空气质量优。现在正好中午12点，好，爬山吧。走到这里分了2条路啊，这个是去祖师殿天师洞的，这边是去索道的。我这样走吧，坐索道上去，然后下来的时候从那边走下来。这里也可以坐滑竿呢。师傅你好。哎呀，这个是坐滑竿的价格呢。啊，可以一段一段的做啊。今天没开。这里有一个地图啊，刚才在门口我跟他要，他还不给我呢，要收5块钱，就这个图。然后我现在从山门口啊走到这个位置了，然后我去这边坐索道上山顶，然后再从这边走下来，这就是正好转一个圈，不走回头路，完美。走到一个湖边了，索道呢在湖的对岸，可以绕着那个湖边走过去，也可以坐这个船过去啊。坐这个船是5块钱，游船挺大的呀。哎呀，我又包船了，今天在船上看风景不错呢。透过这个圆形的取景窗看出去风景真好啊。青城山索道，这索道全长900多米啊，然后上下落差是250米。现在进去坐索道，单程门票35，往返是60。坐索道上去只需要5分钟，如果要爬上去的话，可能就1-2个小时了。今天我又是一个人包了一个轿厢。哎呀，淡季旅游就是好啊，人比较少。看青城山这个森林覆盖率非常高，到处都是绿树。下了索道还要走好多的台阶，才能到达这个上清宫。这是这里最重要一个宫殿。看上面的上清宫3个字是蒋介石写的啊，那里写的蒋中正。进去看一下道教名山，一看就很有年代感了。最中间降魔护道，道法自然。左边白虎殿，这边是青龙殿，左青龙右白虎啊，道德。里面就是供奉的一些玉皇大帝啊，道教的人物啊。这边是张大千的一个画展，以前张大千在这里住过，住了4年时间。张大千住在这个院里呢，看那个是他的故居。这里有2个井，这个叫鸳鸯井，一个是圆的，一个是方的。圆的这个井水比较浑浊，温度比较高。然后方的这口井呢，井水是清的，但是它水温比较低。这2口井啊，一阴一阳，一方一圆，天圆地方啊，充满了这个道家的哲学思想。当时张大千还给他写了鸳鸯井3个字，放在这里有个碑啊，现在那个碑好像也没有了，是不是这个碑呢？转过去了。这里有一个水池，这叫麻姑池。传说这个麻姑是一个法力通天很厉害的人啊。这个池子就是他通往冥界地府的这个入口。走了好多台阶，到达老君阁了。这个地方就是青城山最高的地方了，海拔1260米。现在这个楼是上不去的，以前这里也有一个阁楼，但是在地震的时候啊，震坏了。这个楼是后来建的。在这个最高的地方啊，登高望远，看看风景真不错呢。哇，看远处那个大山，上面全都是乌云，估计在下雨呢。这里是青城的后山，后山也值得去玩一下。后山的景色也可以啊，
前山主要是这个道教文化的，后山是以这个自然景色的。那个大山的后面，大家知道是哪里吗？就是汶川的那个5.12大地震的震中映秀镇，直线距离啊，距这里只有17公里，离得很近。所以那个大地震的时候，就把这个上面的以前的阁楼震坏了。现在到这上面看一下，这里面供奉的一个特别巨大的太上老君。如果能上到那上面看风景就更好了。门口供奉了很多灯呢，道教名山嘛，从这里也可以看风景。在这个走廊里面啊，前面是毫无遮挡，就可以看到都江堰市区。看这个视野多开阔啊！哇塞，一览无余呀！哎，今天是个阴天，看着天上很多黑云朵朵。从这里看一下，我刚才坐索道的地方啊，就是下面那个小房子。从那里坐索道上来，一会儿从那边再走下去，转一个圈儿。然后那边是那个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位置啊，被这棵树挡住了。我再沿着这个走廊往这边看看风景。这么多树木啊，清晨天下幽嘛，非常的幽静，也很凉爽啊。哇，从这个角度看市区更清楚，那个方向就是都江堰的方向了。这个视频拍的是坐索道上山的景色，下个视频拍一下徒步下山的景色。好，下个视频见，拜拜。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也断不了，百转牵着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鬼迷了心窍也好，是前世的姻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青城山，我来啦！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道教名山啊。清晨天下幽，以幽著称。进去转一转。这个是青城山的山顶，海拔1260米的老君阁。上个视频我拍了坐索道上山了，这个视频拍一下徒步下山的一些景色。下山的路一直在沿着悬崖边走呢，现在到了这个壮观台了。为啥叫这名字啊？因为这里看到的景色很壮观。哇，这下面这么深啊，这山谷。远处也可以看到都江堰市区。继续下山。这有卖一些黄瓜水啊。你好。这一段下山的楼梯好陡呀，有60-70度啊。周围全都是深山密林，这里面不会有蛇吧？那个白娘子就是在青城山的，这里蛇应该不少呢。哎，这一段路啊，就沿着这个崖边在走，很窄的路。看这个山谷有多深啊！哇，这落差好大呀！这是个 V 字形的路，从这边过来，这边过去，然后这两个山缝在这里交汇了呀！哇，这个缝也特别深，太吓人了。这个路好窄呀，而且地面比较湿滑，旁边就是这个悬崖，还是有点刺激的。山上呢也有这样抬滑竿的人，如果你走累的话，也可以坐滑竿，就是有点贵呢。我们不抬人，一个人空着手走都到不了。
上面的路难度才更大。走到半山腰，这个是观日亭，在亭子这里有几个摩崖石刻，这里写着青城第一峰，这边写着天下第5名山。那么我问大家，前4名是哪个山呢？第1名不用问啊，肯定是泰山。但是第2到第4，我不知道是啥山了，大家在下面评论区补充一下。现在到了朝阳洞了，一块巨大的石头下面有一个天然形成的洞，这个洞啊，可容纳数百人。蒋介石在这里避难过，徐悲鸿也来这里画过画呀。现在还有好多水掉下来。这个洞因为正对的就是东方，早上太阳日出的时候啊，太阳光照在这里，所以是朝阳洞。这个洞正对着日出的方向啊，每天阳光打在这个岩石上，气象万千，就把这边照亮了。前面马上就到天师洞了，这里是三清大殿，供奉的三清。这个地方呀，就是那个《西游记》孙悟空在这里拜菩提祖师的那个取景地呀。当时菩提祖师呢，就在上面那个台子上，这两边都坐满了他的弟子，然后孙悟空从这里走上去拜师啊，看看像不像呢？从这里上去右转就是著名的天师洞。这个道教的创始人张道陵啊，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创立了道教，他开始是在这边修炼的，然后就去了江西的龙虎山那边修炼了，在那边得道成仙啊。里面是天师洞。现在天师洞关闭了，进不去，在这个雕像的后面呢。我来的时候啊，旁边这个保安大叔把我带到帘子后面去看了天师洞，洞口很小，只能1个人通过，现在也锁起来了。没想到天师洞那么小啊，只能1个人通过，但那个师傅说洞里面挺大的。洞虽然小，但它是道教很重要的一个地点。走了一大堆台阶，到了祖师殿门口了。这里面供奉的是真武大帝，还有张三丰，所以是祖师殿。继续爬台阶，喵，一个小猫。这个殿啊，位置比较偏，来这里的人更少。一会儿还得原路返回去啊。这个是真武宫啊，一直爬台阶这里。最里面道观乾坤，这里的环境更清幽。历史上呀，有很多人隐居在这里。我去年去过江西的龙虎山了，张天师在那边得道以后就定居在那里了，然后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来，传了60多代了啊。中国有2个家族，就是一直没有断开传承下来，一个是孔子家族，另一个就是这个张天师家族，很厉害的。刚才在路上不是看到一个摩崖石刻，上面写着天下第5名山吗？我现在呀，突然之间领悟了，它这个第几名山并不是按我们传统的那个方法去排列的，并不是指泰山、华山这些山，而是指这个道教名山。比如说青城山、龙虎山、三清山、武当山，还有崆峒山、青岛的崂山，这都是道教名山。他们排列啊，排出来这个名次。突然之间我就领悟了。青城山转完了，一共花了5个小时，好累呀，满头大汗。现在回家，拜拜。